今天風有點大，然后跑步增加點熱量。我有那個游泳的年卡，每年是240瑞郎，可以天天游，而且就是苏黎世内的8大游泳池都可以去。这个公園進去是很漂亮的，但是我今天就不進去了，就在這個就是這個整個公園的外邊。我的游泳衣從來都是帶在身上的，不管到哪裡去，我的游泳衣都帶着。到世界各地去旅遊也好，或者是我平時，比如說我去上德語課啦，或者是我去買菜啦，會朋友，我的游泳衣總是帶在身上，因為只要有機會，我就會游泳。游泳對於我來說，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我很喜歡這個運動。瑞士呢也沒有小偷，你就放在這裡，很安全的。所以我的游泳也很簡單，不需要太複雜的這個過程。這裡呢，由於這個是這個小船的儲藏的地方，這都是私人的小船，他們什麼時候來划就來拿。涼嗎？可以啊，不算冷。水必然還是涼一些，所以呢，就用跑步來對抗這種涼，把身體這個寒氣都給它讓它排出去。我叫王桂紅，1946年出生，生在解放前啊，今年79歲了。我是1965年考入哈爾濱醫科大學，畢業以後呢，分配到空軍第1師醫院工作，工作了20年，在部隊做軍醫20年。然後呢，我就轉業到大連醫科大學。我是內科消化專業的醫生。在我60歲退休的時候，就是大連醫科大學的附屬第一醫院又給了我一個聘書，聘我到70歲。但是這個時候呢，我正好我瑞士的女兒生孩子，希望我來幫助她帶孩子。然後經過選擇，我就放棄了自己的這個醫學事業吧，來到瑞士給女兒帶孩子。就是從我的外孫女兒出生我就來了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到這兒來已經16年了。在給病人做治療，他是一個心臟病，就是冠心病，心肌梗塞。他做了一個支架的病人，支架做完以後呢，他就每週來2次，來找我做針灸啊，刮痧呀，火罐啊，按摩啊，治療。剛才呢，我給他背面治療完了，現在呢，在扎前面，就是這個心臟病嘛，我在他這個膻中穴上面，斜着扎3針。
再扎幾針強壯心臟的穴位。他是我的老病人了，他在得心脏病之前，就是得心肌梗塞以前，已經在我這兒做了7年的這個中醫的保養治療。前2年也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嘛，這個生活不習慣，語言也不會，後來呢，這個經過2年的學習呀，學習德語和適應，然後就適應了這裡的生活。然後孩子稍大以後呢，我又遇到了我的診所老闆。我現在在薩拉的診所已經工作了7年了。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呢，我們有針灸課，也有中醫理論課。這樣呢，我在瑞士就充分的發揮了我的這些這學到的中醫的這個知識吧。這樣呢，我也可以繼續的為這個瑞士的患者服務。我自己呢也很喜歡我的這個醫學事業，所以雖然我已經79歲了，我仍然沒有退休。我自己一天的生活也是很充實的。腹部，我再扎幾個穴位，因為他現在心臟的功能呢不是很好，就是上個月他去旅遊以後回來比較勞累，一直是下肢浮腫。因為他不喜歡吃西藥，所以呢全是在我給他用一些中藥調理和針灸、刮痧、火罐這些中醫的治療。因為这個心臟的功能不全，他前些日子旅遊回來呀，比這腫的厲害，現在已經消掉了2/3了。所以呢，腿上呢，我還要加強幾個穴位。因為我跟我女兒住在一起嘛，我的瑞士的女婿，也特別希望我，跟他一起住，所以呢，這些年我學會了，中餐和西餐，因為我過去對於學這個做飯很輕視，所以全是這些年學習的。我們一家5口。我要每天做一頓很好吃的晚餐，然後他們都吃得很高興，我呢也覺得我對他們很有幫助。另外呢，我還輔導我的外孫女兒、外孫子，督促他們學習。現在呢，他們倆都已經上了Jimmy這種中學，也就是他們在這個學校讀完6年以後，可以直接上大學，不用再高考了。
他是我的老病人，每次我扎完了前面，他就睡着了，然後我再扎後面，翻身醒了扎后面，扎了後面他又睡着了，所以每次他来我這兒都美美的睡上2大覺。現在病人要安靜的再休息10分鐘。我自己有一個愛好，游泳。這個游泳是我在大學的時候，體育課學的。然後這一生呢，我一直游泳。我每天都去游泳，360天，或者是350天都会每天去游泳。我在中国的时候，因為我家住在大連，就在海邊，所以呢，我也每天游泳。來這以後呢，雖然沒有海，但是有蘇黎世湖，也就是說，我不止夏天在湖裡游泳，冬天也每天去游泳。這個對於我來講是一個非常愉快的事情，對於身體健康方面也是非常有好處的。隨着這個天氣越來越涼，就是游的時間越來越短。這個因為我們每天游，就是身體就是有一個適應，有一個反應，就知道今天應該游多少。我們這個用過的針灸針呢，瑞士它有統一的回收的。然後昨天我還把1盒用過的針灸針送去這個瑞士的一個負責回收的一個藥房，然後他們就會統一的回收。OK，Batik。我是59歲那年，我女兒生病了，然後我就是辦緊急簽證來的，她病重。然後我來了以後呢，他就是1個星期呀，他就轉歸位安就好了。那這樣他好了，我有3個月的簽證在這裡，我就沒事幹。然後呢，我就他學習德語的那個書，那時候沒有現在這個帶，就是那種磁帶配書。我就跟着那個學，因為那3個月我在這兒也沒有什麼事兒，我就天天就背，從音標開始學。所以呢，我那年那3個月我就背了500單詞。59歲的時候，59歲的時候我背了500單詞，然後那個回去以後呢，因為那時候我還沒退休嘛，回去以後我還是繼續背，繼續學。等到我來的時候，我已經有了1000單詞了。這樣呢，我考這個他的德國這個 A1 的時候，他們德語叫阿姨。我考這個的時候，我就沒去參加什麼培訓班。那時候剛60呢，我就3個月來一次，給簽證3個月嘛，來一次我再回去。然後我正好問那個北京的那個德語學校，他是2個月一期，我正好在中間我說那我可不可以從你這兒參加報名考試？他說考試行，你得交了我們的學費。我說那我考過呢？他說考過學費退你。就這麼的，我就交了6000學費。然後呢，我就這1個月我自己再繼續在家學，學完了到日期我考試我就考過了，79分考過了。考過了以後他就把學費退給我了。我就是這麼考的這個德語，全是自學。然後我來了以後呢，那個就是這個書呢，我還繼續看。但是呢，我做了一個什麼事呢？就是再一次來3個月的一次，就是我就沒事幹，我就成天坐那個公交車站那個椅子上坐着，然後來了人我就跟人打招呼，就跟人說話，然後他們上車了又来一批人，我還跟人說話，就是我就採取這個方法，我就把這個日常的交流我就學了。我坐車的時候，比如坐車的時候，他們這裡那個公交車人不多，
人不多，那个我就故意去问一个人，比如说我在这桌都一个人一个座嘛，你不可能去这个座闲着你去跟人坐，然后我就故意到他旁边，我就去问他这个词怎么读，或者我说我这么读对不对，然后绝大多数人他们都会教你，而且会主动的問你，比如說你從哪來呀，就會跟你交談，就是採取這種方法。那你學習只有這種方法，你不開口，那我們中國人背了幾千單詞，但是呢就是跟人交流不了，那就是不敢開口的問題。這樣我跟他們談話的時候，絕大多數人他們都很友好的去教你。當然有的人他就會回答一句，他就不理你了，那樣就算了。也偶爾有個別的，他說我不是你的老師，你別問我。這個就有過一次，剩下95%、98%的人，他都會很熱情的跟你交談。這個你到國外，你要想學語言，這個是很容易的。因為我還負責5個人的買菜呀，家裡的用品都是我管的。家裡有沒有米，有沒有油，我女兒都不知道。這是幾點下班？有沒有規定時間？沒有規定時間，就是預約哪天幾點，約好了，他也來，我也來，就這樣。Hello， 這是我們的郵箱，鑰匙放郵箱裡，因為還有這個按摩師啊。他們還有工作，所以大家來了在這兒取鑰匙就行了。這個旁邊就有一個越南人開的亞洲超市，我有時候下了班了，我就去那個亞超去買些豆腐啦，什麼湯圓啦，這些中國食品。我的外孫女很愛吃中國餐。因為我的2個女兒都已經來了歐洲了，就是中國已經沒有什麼親屬，所以呢，尤其是我女兒邀請我來，希望我在這裡幫她帶孩子，所以我就必須得下決心留到這裡，適應這裡的生活。那你既然要想在這裡生活，你就必須得學習她的語言。尤其是我還不甘心我的這個醫學事業就這麼停止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必須要學，就是這麼一個原因。你在這裡，你什麼語言也不會，那你的生活，會很困難。我現在就是我的病人，我自己單獨的問診、單獨的診斷，這都沒有問題。然後我跟病人交流都沒有問題。我去購物啊，這都沒有。我問個路啊什麼的，或者是查一個交通，這些我都沒有問題。哪裡我都敢去，哪個國家我都敢去。全家的生活都是我管。那你覺得辛苦嗎？有的時候有辛苦，但是，我很高興做這個，為我的女兒奉獻，因為她也不是，她的時間很緊，她工作很忙，有的時候她一天都工作16個小時，早上醒了就在電腦上，然後一直到睡覺才離開電腦。最少的時候他也都不是說工作8小時，工作9小時、10小時，然後其他的時間他也負責孩子的學習輔導啊，也這個他自己也不斷的學習，因為你一個中國人在這個瑞士的
銀行做到他這個級別，那他也是不斷學習，所以他也從來沒玩過。所以呢，我多管點家裡的事，他就可以少管點。所以這一件事我是很高興的。我覺得為他們做點奉獻，那是我們中國的這個，反正我是這種中國母親。然後我的女婿又對我又特別的客氣，特別喜歡我做的飯，然後我對孩子的這個對外孙女外孫子的教育呀，以及這個我整理這個把家裡安排這麼妥當啊，所以也給他減輕負擔，他也是很高興的。您現在一共教了多少學生啊？無計其數，數不勝數。我在大學畢業以後，我在空軍第1師醫院做了7年，然後就抽調到吉林空軍軍醫學院去做教官。我在那裡教診斷學和內科學。那每年的那個學生呢太多了。後來我這個轉業以後呢，我又轉業到大連醫科大學。醫科大學嘛，那也是每天要帶學生的，所以隨時隨地的帶學生，一年一年的這個太多的學生了。我作為生在這個中國，然後有60多年以後我才來到這個歐洲哈。現在我是因為一個是我願意幫助女兒，另外呢我也願意在女兒旁邊享受這個晚年的這個人生之樂吧。所以呢我是不得已必須留在西方。如果我女兒說你可以回去玩了，那我还是愿意回到中国，因为我们習慣於這個中國的這個生活環境、生活方式，一些各種的娛樂方式啊，然後朋友之間的這個友情啊，同學之間的這個相處的快樂，親戚走親戚訪友啊，這些高興的事，尤其呢，我們習慣吃中國的飯，語言上我們想怎麼說話就怎麼說話，那麼在西方呢就有一些限制，比如說我們在中國想大聲說話就大聲說話，然後想怎麼樂就怎麼樂。那在這裡呢，比如說不能大聲的說話，無論是在超市啊、火車上啊，那它都安安靜靜的嘛。所以呢，我們說話的時候也得小聲的，不能影響別人。這個是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也沒覺得說它有什麼不好，就是小聲說話嘛，放低了聲音，然後不影響別人，這也算是他們的這個文明，就是比我們能夠先進了一些吧。所以我還是接受他們這個安靜啊，不打擾別人這種文化。當然沒有我們在中國樂得開心，玩得痛快，沒有那種。另外，比如說，我們吃飯的時候，我們覺得怎麼香就怎麼嚼，這個湯怎麼喝的痛快就怎麼喝。這裡呢就限制的很多，比如說我們吃飯的時候要閉着嘴嚼，然後比如說這個叉子、刀子都不要這個碰到盤子碰出聲，都要安安靜靜的，然後這個比如我們喝湯，這個拿碗咕嘟咕嘟一喝，那覺得挺痛快。這裡呢必須得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喝，
這些都是他們的這個飲食文化。我倒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好，反正他们要这样吃，我们就跟着这样吃。他们这样做，我们也就拿勺喝汤就拿勺喝汤。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些限制哈，就是看似好像比我们要文明一些，不像我们喝個痛快吃個痛快，說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種。我們是非常這個爽朗的這種文化，他們就是這種安安靜靜的不發出聲音這種。我沒覺得他們這個有多不好，但是就是要限制自己。你既然在這裡，你就隨風一俗吧，就按照他們這裡這樣的這個做法去做就行了。那比如說我們坐車，如果我們一起朋友碰到了，一起出遊，我們就是大聲的說話，大聲的唱，大聲的喊，玩個痛快。這裡就不行，這裡你坐車你必須得安安靜靜的，不能這個出聲音嘛。反正我就覺得他們覺得他們這樣好，我們就隨着就這樣按照他們這樣做。我也不會像讓他們覺得我們中國人多麼粗魯，的這個吃飯這個太隨便，喝水太隨便，就是按照他們這樣做就行。沒覺得他們這樣不好，但是我覺得還是我們的這個生活比較痛快，比較隨便，比較自由。到節假日或者是天氣很好的時候，這一條道上有很多很多的人在散步。這是一個就是蘇黎世人喜歡來這裡散步的地方，他們都會從蘇黎世各個角落坐車到這裡來散步。他們很喜歡這一片樹林。我們現在去那個我們的好朋友馬大衛，他今年走了，我們都特別傷心吧。因為離我家這兒比較近，有的時候我們就去看看他。這個蘇黎世的一個大墓地。葬在這裡的也有1-2千人吧。到處都是鮮花，就是一個大花園，很漂亮的。因為我們家住這裡很近嘛，所以這裡也是我的歸宿。他這裡有個人的，也有家族的，有的家族都是100-200年了。這裡有管理人員，這些花就是你花管理費，他們就給管理得很好。您剛說這裡就是可能是你的歸宿，那我就想問，在中國文化裡面不是講究落葉歸根嘛？哈，您是如何看待這個的？這個問題呢，我想，我的2個女兒已經都定居在歐洲了，孩子呢也是都定居在這裡了，所以，
他們不可能再回國，所以呢我就近的有这么一个墓地，我觉得也是挺安心的。这一片呢就是新这个故去的人在这一片，然后排到这最后一排呢又从这一片開始排。等過一段時間以後啊，這些可能變成老的了，也可能遷到這院子其他的地方去。這個就是大衛的墓地，他的中國名字叫馬建國，1965年出生，今年去世的，所以他才60歲，很年輕啊。他是我們很好的朋友，今天臨時來祭拜一下呢，我這裡臨時拿來幾朵花，他已經有朋友給他栽種了這麼多花了，我呢把我的花呢，就放到這裡了，來紀念我的好朋友馬大衛。大衛，我今天又來看你了，你在那邊過得好嗎？肯定是過得不錯呀。你在那邊沒有病痛，沒有這個煩惱，所以也有這麼多朋友來給你送花來了。我今天給你又帶了些玫瑰花，希望你在那邊過得好。再唱一首你喜歡的歌吧。有一個美麗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。她有雙溫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偷着我的心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愛你？我要帶你飛到天上去，看星星多麼美麗，摘下一顆送給你。好了，咱們倆早晚是鄰居哈，希望你在那邊過得好。這是我的老公啊，叫崔振華。79歲走的，2021年到現在已經走了4年了。在最後搶救的時候，在中國，我托我的朋友在我們醫院的 ICU 搶救，沒有搶救過來，所以就走了。女兒呢，把你的骨灰背到這裡，葬在這裡。這個也是緣分吧，因為這個墓地是一個很好的風水寶地啊，能夠保佑我們的後代一切順利，過得好。所以呢，在那裡等我呀，等我在這個世界過夠了，也到這裡來。葬在這裡啊，你好好的過，希望你在那裡能過得好，沒有病痛，沒有煩惱。
這個墓地是真好，我就看中了它的漂亮。我觉得这也是人的很好的歸宿和另一個世界的家園。就是管理員每天都替我們來管理這個墓園，把這個花種得這麼漂亮，所以呢，這裡的樹啊、花啊，就把這個天地呀、這個墓地呀，就這個造成了就是非常這個漂亮，使人看了特別安心快樂的這麼一塊這個墓地，所以這個蘇黎世的人都挺仰望這個墓地的，都希望這個能夠歸屬到這裡。那王老師，我有一個問題哈，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會不會就是提的有點冒昧，因為我知道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，我們是很忌諱談死亡的。但是呢，您作為一個醫學方面的一個教授，從您的角度，您是如何看待生和死的？這個問題呢，我覺得，生生死死，它都是，這個命運的安排，這個老天的造化，就是，我們中國人吧，尤其我們北方人，如果我們沒入佛教啊，那我們就信天，所以呢，都是老天給我們的。我們應該什麼時候生就什麼時候生，應該什麼時候死就什麼時候死。這個不是說你想活100歲你就活100歲，你想活90歲就能活到90歲。當然呢，隨着現在這個生活條件的好轉，人們對健康意識的這個更加了解。然後呢，尤其我們的醫療條件越來越好，所以呢，人們的這個就是平均壽命就越來越長。你像我20年前吧，我在职那時候，中國的平均年齡才73歲，那現在已經達到就是80歲了，所以呢，我們的壽命就越來越長。我想呢，我已經，就是已經嘗試了過了，這個普通人在這個世上的幸福生活。就什麼也，就是我小的時候是很貧窮的，那麼我們國家這個越來越富裕，我們自己呢的生活也越來越好。我覺得我無論什麼時候離開人世，我都沒有什麼遺憾了。自從我做了醫生，學習了解剖學，就是我在大學的第2個學期開始學習解剖學以後啊，我就再不相信鬼神吶，不相信任何東西了。但是呢，我不反对，就是我周圍的朋友，我不反對別人去相信佛教也好，去相信這個耶穌也好。我覺得這個人的信仰問題呀，它是他的自由，這也是這個很神聖的這個一種信仰。所以我自己雖然沒有入佛教，也沒有入這個什麼基督教了、天主教、西方這些教哈，但是我很尊重，就是佛教對人們的很好的這些要求和教導。就是這個我也讀過一部分
這個聖經，我覺得他對人們的要求也都是非常正直、正義、正派，都是要求人们要做一個好人吧。所以我從來不反感其他人信什麼教，但是我自己，你說讓我就去拜佛呀，或者讓我去祈禱啊，這個我好像是還沒有這個想法。但是呢，我肯定這一輩子做醫生吧，治病救人，從生活上我也幫助了很多朋友，我從來沒有收過任何病人的紅包，我都是拒絕的，所以我就覺得，應該人活着應該對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在我死的時候，我沒有一點說我做了什麼對不起人的事兒，做了什麼就是違法違規的事兒，我就是這種要求自己。我希望呢，就是我們所有的人都沒有病痛，隨着醫學的不斷的發展，就是所有的各種各樣的疾病都能被人們征服。然後呢，我希望呢，所有的人都要愉快的生活，不要計較各種各樣的事情，也不要貪圖各種各樣的這個利益。總的來講吧，希望大家快樂、幸福、健康。